董事长，您点的外卖到了。先生，外卖员不能从这里进。陈总，你要去哪儿？要不要我把车给您开过来？林先生，您的订单即将超时。急什么？是林金瑞，林金瑞怎么跟陈总在一起啊？董事长，林先生到了。林先生又见面了。哦，是你啊，我下单要超时了，先走了。后面那几单也都是我定的，我就是想你抽个时间跟我聊聊。聊聊？跟你？对，所以说你公司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没钱，而是路线不清晰，既想要市场又不想花钱，哪有那么好的事情？你的商业模式是没问题的，唯一缺的就是决心。到底要不要继续投钱抢占市场？我是有决心的，但决心又不能当饭吃。谁要投资的时候不是决心满满？行业里的投资人不看这个。谁让你找行业里的投资人了？现在市场上热钱那么多，多少人有钱没处花，你就那么点眼界？你说话注意点。闭嘴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林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您继续。我该去哪里找这种投资人呢？明珠基金，据我所知，这家基金的老板赌性重，手里热钱多，应该对你的项目感兴趣。马上去联系明珠基金。是。行了，我也说不少了。昨天你请我吃饭的情我算还了。走了，我送你，不用了。好的，谢谢。董事长，明珠基金回复了，说他们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。太好了。董事长，那个外卖员到底是谁？不知道，昨天我去夜市借酒消愁，他就坐在我旁边，说了一些方案，之后越想越觉得他说的有道理。所以今天挽救公司股价的操作是他告诉您的？没错，没错。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他肯定没那么简单。爸，林总，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见马总姐，开车吧。老林来啦，吃馄饨。没空，75号订单我的，我要去送了。我现在弄。喂，老板，你什么意思？70号都没做，凭什么先做他的？我现在赶时间。给我们老板来一碗馄饨，最好的。好嘞。哎，你们看门口那2个人，是不是有点眼熟啊？我在网上看过他，四海新秀木林集团的总裁，他现在在网上都有名了吗？你呢？一个臭送外卖的。我是单王，你是什么东西？我摆烂啊，一天送30单，够吃饭就行。不求上进的东西。爸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送外卖了吗？你一点都不听是吧？你知道刚在马总公司楼下我看到你都不敢认你吗？因为我要去谈生意，我不想让人知道我爹是送外卖的。爸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在市中心给你买了房了，还给你买了台车，你能不能好好给我住在里面去，好好养老不行吗？不要，不想花你的钱，那房子你该租出去租出去。不是，你儿子现在已经赚钱了，为什么你不能花我的钱？我为啥一定要花你的钱啊？不是，你不花我的钱没问题，那你能不能不要去送外卖？你儿子现在企业已经越来越大了，企业在发展，如果让外面的人知道他爹是送外卖的，别人会怎么想？你儿子从高考状元走到今天不容易，别给我添乱，好好养老，求你了。今天赵氏集团赵月过来要见我。赵月，你不知道是正常的，他是新能源这块超级大王，占了市场70%多的份额，我集团能不能往上走就在今天了。你这段时间给我好好休息，我不想让他们的团队知道我爹是送外卖的。林总，馄饨不吃了。老板，馄饨好了。哎，刚才叫外卖小帅哥呢？走了。开奔驰来的也逃单？逃什么单？那我儿子这单我买了。别乱说，
人家大老板兴许是有急事儿，你怎么张口就骂人是儿子？行，他是你儿子，你儿子开奔驰，你送外卖是吧？我们现在整个新能源充电桩在四海市已经布局了60%。赵总，我们木林集团的布局就是这样。林总，我觉得你的布局挺好的。那赵总，投资的事情，但如果你们集团仅仅如此，我是不会投资你们和扶持你们的。好，你现在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没问题，但这个只是对于你的集团来说没有问题。你能给我带来什么？我如果布局完成，我公司马上就能上市。对，我相信你能上市，努力一把确实可以，但不够。我现在投资的企业需要的不是财务回报。如果我现在给了你3个亿，过了几年你能给我带来2个亿的收益，这种投资我不需要。如果只是财务回报，我不需要亲自过来。林总，我听说过你很多大名，四海状元、白手起家、新能源新秀。实话说，今天过来我有些失望。你的格局在四海没问题，但放眼全球有些小了。林震，你刚点的馄饨忘拿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谁让你进来的？你们认识？不认识，他经常来送外卖。这样啊，但林总，有些规矩还是要有的。总裁办公室外人说进就进，由此可以看出你公司内部管理有些松散。不好意思，赵总。现在公司架构都追求扁平化，你闭嘴！哦，你一个送外卖的还知道扁平化？很奇怪吗？我还知道你现在肯定不想投资这家企业。你说说看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企业优势根本就不是他的充电桩在市场上的占比。你不要说话。让他继续。可是赵总，谈了那么久也累了，就当放松一下。别瞪我，我实话实说罢了。在我看来，你的技术、你的能力，还有你的新专利，那些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。新专利是正在研究的新技术，我把它称为超核新能源。如果成功，可以大幅增加电机的效尿比。但是开发遇到了一些问题，所以没有大肆宣扬。但理论上技术路线是可以走通的。但这些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企业已经在市里全面铺开了充电桩，充电桩才是未来。只要可以覆盖全国，那就是未来前景可期。都跟你说了，这玩意儿没啥技术含量，纯粹就是烧钱。未来是挺美好，但要烧多少钱？同行低价竞争怎么办？继续烧钱。你一个送外卖的谈什么商业？别丢人了，赶紧出去。等一下，这位先生，别急着走，咱们再聊聊。没什么好聊的，我就是单纯觉得他商业路线走错了，但你也应该有你的判断。就这样吧。赵总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倒是这个送外卖的有点意思。这样吧，你明天来我公司一趟，带着你新专利的一些资料，我很感兴趣。真的？我这就去准备。新专利进度怎么样了？资料晚上汇总一份给我，我吃完饭就回去整理。好。你就这么喜欢送外卖吗？总要赚点自己生活费吧。是，你送外卖1个月3000多，我给你1000万，1年利息也有大几十万吧？没有咯，现在利息好低的。爸，你知道吗？今天你差点把我生意给搅黄了。差点搅黄，不是没搅黄吗？那是因为赵总宽容，所以我才能再得到一个明天去谈投资的机会。我跟你说，你明天千万别再说你那个商业路线了，他不会看好的。瓶都没开呢，又喝多了。商业的事情你懂什么呀？看2天财经班学了2名词你就懂了。我还真懂。行，你最懂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说那个新专利吗？我告诉你，资本是逐利的，他们要的是赚钱。新专利那个东西投入要多大你知道吗？而且还未必成功，那就是个无底洞。所以你根本不懂资本。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懂资本，我的奔驰是假的，我的别墅是假的，我的公司是假的，还是说你辛苦送俩外卖赚个3块5块，这才叫资本？你赚的那点钱也配叫资本？没有个几百亿上千亿，资本这2个字你都不配谈。是，所以你月薪3000配谈这些，你是不是喝高了？我只是想教你。你那些所谓人生经验，我半分都用不着。从小我就知道，靠不上你。小时候老师问我家是做什么的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你是收破烂的。现在还好点，送外卖的，你知道的。然后你收破烂的样子就被同学看到了，他们都笑话我。我家是收破烂的，每个人都叫我破烂王。行业不分高低贵贱。说得清醒，这世道很现实的老爹，
你再厉害的外卖单王，撑死1月又能挣多少？活到这把年纪，您怎么还看不明白？明白，我心里太明白了，所以现在这种生活挺好。我不好，我公司现在每天就是被架在火上烤，我1个月发工资就要300多万。如果我失去赵总这份投资，我公司可能就要倒闭了，我的团队，还有我这些年的心血可能就都没了。爸，我从小就努力学习，我就不想变成你这个样子，我不要过这样的生活。你母亲临走时跟我说，只希望你过普通平凡的生活。母亲已经离世20年，别凡事都拿她当说辞。我看她当初也是看透了你没本事才这样对你说，她倒是想让我过上亿万富翁的生活，但你有这个本事吗？爸，我就问你，你20岁的时候在干什么？你30岁时候在干什么？你40岁的时候在干什么？还有你现在干什么？你打算烂一辈子吗？林总，东轰集团对我们正式发起了攻击。林总，我们现在可用资金量不足100个亿了。李武则动用盘赛阴招，锁了我们3个核心子公司资产。现在那边的钱调不过来。是，他3年前就想搞我了，这次的盘外招，他布局了3年。这家伙也是个狠人，之前还在我这实习过，没想到成长速度那么快。那怎么办？子公司那边资产只是被压着了，不是消失了。我们贷款那边我能去拖一拖。你跟了我多久了10年，我刚毕业就跟随您嘞。？10年啊，人生又有几个10年？我在华尔街稳坐行业第一整整10年，整日困在公司里，名下豪车无数，极少开动，私人飞机出行也全是为了工作，到头来，儿子在国内也没陪过。林总，贷款那边有1300亿，如果这次输了，我的资产全部卖掉，够还的。那些子公司的钱，我说了，不是消失，只是暂时被压着了，够你经营公司了吧？我想回国，寻找一些生活的意义，也该好好陪陪我儿子了。所以说话，你30岁的时候在干什么？你40岁的时候在干什么？你现在到底在干什么？我那会儿才终于明白，人生究竟应该怎么过。所以，你明白了什么？明白了你的人生就应该躺平。躺平不好吗？别让自己太累，也别有那么多担心。我永远在你背后。行了，早点回去吧。你不是说明天中午还约了赵总，别到时候一滩烂醉，明天投资谈失败了。你在我背后有什么用？别拖累我就行了，老爹。老李，李武则要回国了，多加提防。什么？超核动力以现有技术不可能开发成功？不行，我不接受这个答案。赵总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才愿意跟我明天重新谈投资。你告诉我不可能，我不管，明天一定要给我一个可行方案。这笔投资谈不下来，大家都要完蛋。爸，你还没睡啊？你不是也没睡？咱俩能一样吗？我不睡是因为我还有工作，我还有你要养活，我公司还有几百号人要养活。你可以不那么累的。爸，没人愿意活得疲惫，创业哪有看上去那般容易？资金、项目，处处都是难题。就说方博，家境优渥，前路早已铺稳，终日清闲度日，可我孤身一人，无人扶持，你也帮不了我。我绝不能让多年心血付诸东流。休息下吧，明天的投资我帮你解决。哼，你无知。行了，爸，我已经很乱了，算我求你了，回去睡觉，别来烦我，也别再说你那冻死人的冷笑话了，好吗？帮我解决。从小到大，你又何曾真正帮我渡过难关？
老伙计，明天来接我，没事儿，就是谈个小生意。这笔投资风险太大了，如果失败了，公司就完了。爸，我要去公司了，别做我饭。坏了，爸，你要害死我吗？这点请。你是昨天那个外卖员？赵总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林总，思象控股集团总裁，碧水基金董事长林金瑞。你好，赵总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是林金瑞。你好，你好，林总。放松点儿，不用那么紧张。林总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吩咐的话，让您手下跟我说一声就行了。您亲自过来，我真是受宠若惊。放轻松，我是来找你聊投资的。你要投资我？不是我要投资你，是我要你的投资。啊，您在开玩笑吧？我没有开玩笑。您名下的思象控股和碧水基金都是市值万亿的大企业，足够买我1000个公司了。要我的投资？哦，说错了，不是我要你的投资，是我儿子需要。您儿子是？林震。爸，你要是坏了我投资，让我怎么原谅你？什么？没事。林总，我跟您说了，我们赵总在接待贵客，谁也不见，要不您先等会儿。起开！再等一会儿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在里面的是我爹，他要搞黄我的投资，你明白吗？什么？爸，你干嘛呢？你要害死我吗？赵总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您肯定有很多疑惑。没错，他是我爸，就是您昨天遇到的那个外卖员。我可以解释。不用解释，我都知道。您父亲跟我说了，他说了你遇到的困难，他想让我投资你，但我觉得这笔投资我需要重新考虑一下。完了？什么完了？我完了！你把一切都搞砸了你！林总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们刚才谈得很好。什么？可是您说要重新考虑投资。我说的重新考虑是觉得3个亿投资太少，我要给你5个亿投资。赵总，您说什么？怎么，嫌5个亿少了？后续可以再追加投资，但我现在最多只能调动5个亿的资金。不少了，多谢赵总。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你父亲好了。我投资你都是因为他。什么意思？您父亲没跟你说过吗？说什么？我还担心他会冲撞到您，毕竟他没什么文化，做的也都是粗活。我懂了。赵总，您懂什么了？没什么，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那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我送您。赵总，不必了，我爸对这一块很熟，我有一个新想法，想立刻跟您聊聊。不是让你们先回去吗？林总，有要紧的事。怎么，你要结婚了？林总，正经事，李武则回国了。哦，这个我知道。林总，我是靠着手里航空公司股份调取内网，查到李武则预订机票，才得知他回国消息。您是怎么提前知道的？这你就别管了。李武则的事儿后面就不用跟我说了，都已经过去了。可是没什么可是的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林总，小何是吧？有事吗？林总，您还记得我？怎么不记得？我还记得你当时刚进公司，跟个愣头青一样，好像是有一大批文件要销毁，结果你不知道有碎纸机，就一点一点用手撕，足足撕了大半宿，结果第2天手指头肿得跟萝卜头一样。那个时候确实有点蠢，
不懂也拉不下面子问。现在何总可不一样了，他现在是明珠基金的董事长。明珠基金，林总，您听说过？也算是很大的投资基金了，只是没想到幕后老板是你。多亏了您的栽培。行了，让我猜猜，你是想问我金光集团的马宇问你要投资的事儿吧？您怎么知道？我给马宇出的主意，不过我当时不知道明珠基金是你小子的。关于这个生意，以我的眼光来看，是绝对可以干的，投入大，回报也大，大概率是能赚钱的。但金融市场没有绝对，这个就看你自己了。林总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心里就有数了。爸，何总，何总您好，我是木林集团的总裁，您肯定没听说过我这种小公司的负责人，但我对您仰慕已久，您一直是我的偶像。我偶像？你的父亲才应该是你的偶像。何总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每个父亲都应该是孩子的偶像，但是我爸，算了，不提他了。何总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您能收下我的名片吗？何总，是我唐突了，打扰您了。你父亲没告诉你要做大事儿就要厚起脸皮，我还没说不要，你就先退缩了。主要是咱们地位差距实在太大，您是明珠基金的董事长，手握重权，而我只是一个初创公司的小总裁，连给您提鞋都不配。咱们地位差距确实大，不过不是你理解的那种大。林总，我看李武泽这次回国来者不善，他心里肯定还对当初华尔街的事耿耿于怀。我担心他这次回来是专门冲着您来的。别说了，我知道他现在在商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挺厉害的。但难道我就没有后手吗？你的一切本事都是我教给你的，怎么现在翅膀硬了，开始指点起我来了？我不是指点您，我只是担心您的安全。毕竟李武泽当年输得那么惨，这次回来说不定会不择手段。没什么好担心的。行了，就在这儿靠边停吧。林总，这里还没到您家呢，还要再往前开一段路。我知道，我的电动车就停在这附近，我骑电动车回去，车里太闷得慌，吹吹风舒服点。林金瑞，林金瑞，什么玩意儿？有点耳熟。你看那儿，这一身名牌西装，林金瑞这傻小子啥时候那么有钱了？什么傻小子？这是林总。这也太巧了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您。你是王通？对对对，王通。要不说咱林总记性好呢。你是张明吧？林总，您还记得我呢？不知道该说啥好了。嗨，多少年的老同学，我怎么能忘呢？我就说咱林总发达了，也不会忘记咱们穷兄弟。你还不信？我啥时候不信了？你小子别乱说。哦，对对对，是我说错话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林总如今地位今非昔比，我还担心举办同学会，林总太忙不肯过来参加，仅此而已，真没有别的想法。同学会，对，就是同学会。今天是咱们灵峰一中20年同学聚会，往日的老同学差不多都会到场。大家都觉着您如今身份地位非同一般，怕是瞧不上这场聚会，也就没敢特意给您发请柬。都是一起长大的老同学，哪里还用得上什么请柬？一晃这么多年过去，说实话，我也挺想念大伙的，还是年轻那会儿自在，没有这么多烦心事。那正好，林总您干脆跟我们一块儿过去凑凑热闹。行啊，那就一起过去坐坐。另外，你们也别这般拘谨客气，直接喊我老林就好。那可万万不行，必须得尊称您一声林总，随你们怎么称呼都行。对了，聚会定在什么地方？四海酒店，咱们四海市档次最高的酒店，也正好配得上您的身份。如今都能在四海酒店办同学聚会，看来大伙儿这些年日子过得都挺不错，哪里能跟您林总相比？我们不过都是寻常打拼，勉强讨口生活罢了。好了，别再这般吹捧我了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动身过去？那我拦一辆出租车过去就行。打什么出租车？我给周总打个电话，让他开奔驰过来接咱们。千万别麻烦别人，不用这么折腾。我这边有车，我自己开车过去就足够了。原来您早就备好车了，那林总顺路捎送上我们两个呗，路上也热闹些，我来给您当司机都行。顺路载你们也不是不行，只不过我的车子空间不大，坐不下咱们3个人。还能坐不下？这你就不懂了。顶级高端跑车大多都是2座的，
您那车子是什么颜色的？我们帮您找找去。白色的，那不就在那儿呢？没错，就是那边。您开下车门，我先帮您把车子挪出来。其实用不着开车门。怎么不见车门打开啊？实话跟你们说吧，我这辆车压根儿就没有车门。走吧，挤一挤，咱哥仨完全坐得下。不是林总，您没开玩笑吧？当然是开玩笑，咱们林总真幽默。开玩笑，这破车怎么可能挤得下咱们3个人？肯定是开玩笑啊！啊，那啥，你们也看见了，这车确实坐不下3个人。要不你们俩先打车过去，我骑着车随后就到。吃完饭我还想接单，接着上会儿班呢。接单？您有新的饿了么订单，请及时查收。对啊，就是接这种单子。送外卖啊？现在不送？哦，我就说嘛，咱林总怎么可能去送外卖？现在没空送，这不还要参加同学聚会吗？先吃饭叙旧，等聚会散场了，我再去跑单干活。啊？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林总，冒昧问一句，刚才那辆劳斯莱斯是您的车子吗？不是。那您现在在哪家大公司担任高管？也不是。那您如今的工作真就是送外卖？没错。那这么说，您现在手里没什么钱？是啊，我个人名下确实没留多少闲钱。那你之前还摆出这般派头，在这儿装什么大人物？装？我没装啊，没装。你一个送外卖的能做得上劳斯莱斯，难不成是花钱租来撑场面的？还穿一身这么上档次的西装，连标签都懒得撕，铁定也是租来的吧？不是，那什么，我说你林大脑袋，费尽心机整这一出干什么？难不成还兼职婚庆司仪撑场面？真不是，我儿子谈工作上的事，我过去帮他撑撑场面，顺带走动走动人脉关系。难不成你儿子在外头干不法勾当？真不是。不是的话，你穿成这样到处招摇，还租豪车摆排场，谁还不了解你底细？上学的时候就没人看好你，如今反倒学着在外坑蒙拐骗了。我真没有，你们误会我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再辩解了，纯属白费口舌。我还真心以为你如今飞黄腾达了，到头来还是这副模样。行，我算是明白了，这场同学聚会我还是不去了。去啊，怎么能不去？不去都白白浪费你这身行头了。师傅，停一下！我的电动车还在路边呢。都这时候了，还惦记你的电动车？四海酒店随便一盘花生米都比你那电动车值钱。师傅，麻烦开往四海酒店，开快点。好嘞。周总，周总，好久不见。原来是你们2位啊。周总，您猜猜我们在路上碰见谁了？碰见谁了？是林金瑞啊，就是当年的林大脑袋。林金瑞，那家伙如今还活着呢。您瞧，那不就是他吗？周总，您可别被他这身衣服糊弄住，看着人模人样，实际上就是个跑外卖的。我们都清楚您当年和林大脑袋合不来，特意把他带过来凑个热闹逗个乐。您要是看着不顺眼，我们立马把他打发走。介意？我有什么好介意的？20年前有条狗对着你乱叫，能吓你一跳。时隔20年再见到，我还会放在心上吗？周鑫，你们在聊什么？哈哈，没什么，随口聊聊狗罢了。什么狗？能让你笑得这么开心？自然是说你这条狗。换上一身西装打扮一番，我险些都认不出来了。周鑫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这人怎么回事？
这点玩笑都受不了。周总就是随口打趣你罢了。心胸别这么狭隘，一句玩笑话而已。我就是随口开个玩笑，你还往心里去了。上学的时候咱俩确实有过节，可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如今我们早就不是一路人了。你放心，我心胸宽广，不会和你一般见识。还不快点，多谢周总宽宏大量。他出言羞辱我，我还要反过来道谢，不然还能怎样？周总都主动说不和你计较了。周总说的没错，我们的确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这场聚会，我本就不该过来。金瑞，真的是你啊，金瑞！凯哥，金瑞，可算见到你了，我都想坏了，咱们足足得有20年没碰面了吧？你轻点抱，力气也太大了，差点直接把我勒得喘不过气。人家常年在工地捏钢筋干活，手上力气能小得了吗？工地捏钢筋，凯哥，上学时候你可是咱们班里的班长，成绩一向名列前茅。当初明明说好要做律师，怎么到头来反倒去工地干活了？靠双手出力谋生，劳动最光荣嘛。周总，你也过来了。罢了，你带着林大脑袋先进去吧。你们两个境遇相仿，正好凑在一起好好叙叙旧。好，那我先带着金瑞进去。凯哥，要不咱别进去了，咱俩单独找个小馆子坐下来，好好喝几杯，多自在。等聚会结束，咱们再聚也不迟。我知道你性子直，脾气倔，今天多少忍耐几分。大家都是老同学，相处融洽些，说不定往后还能互相搭把手，拉扯一把。我哪里还需要旁人拉扯帮衬？好了，别说这些了。老王早就把你如今在外送外卖的事情发到同学群里了，现在全班同学差不多都清楚了。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周总，那咱们也跟着进去吧。不急，我在这儿等我儿子过来。原来是小周总也要过来赴宴，这不到了。这人谁呀？下车都要小周总开门。你给我闭嘴！这位是何总，明珠基金董事长，我儿子是他秘书。小周，你爹啊？何总，我爹他不懂事儿。没事儿，我一个人先上去，你去跟爹说说话。儿子，今天怎么来的那么迟？爸，我太激动了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我陪何总一起见到了一位金融领域的传奇人物林先生，就连何总都是林先生一手带出来的。林先生？就是。算了，说了你也不知道，等回头再跟你说。我先上去陪何总谈生意。别愣着了，咱也开始吧。张凯，当初咱俩上下铺，我那时候穷，学费都拿不出，是你给我交了。后来我才知道是你偷了家里的钱，还被叔叔阿姨好一顿揍，我一直都记得。结果毕了业就联系不上你，你还搬了家，这些年你到底怎么了？等会儿结束去你那儿，我要好好跟叔叔道个谢。别了，我爸妈已经不在了。对不起啊，张凯，我不知道。别说那些了，说点开心的。四海酒店的菜，平时咱可吃不到，等会儿多吃点。对，多吃点。等会儿大家夹菜的时候注意点，给他哥俩留点打包。今天咱们大家伙能齐聚在这么好的地方聚会，全都多亏了周总出力张罗。我提议，咱们所有人一起敬周总一杯。好。金瑞，快站起来啊！我下午还要干活骑车，沾不了酒就不喝了。别在这扯大话了，送外卖也能算正经工作，骑个电动车也好意思叫开车？别端着架子装模作样了，赶紧起来敬酒。各位老同学多多包涵，金瑞打上学时候性子就这般耿直执拗，大家都清楚，还望多多担待。这杯酒我来替他喝了。还给你面子，如今你又算得上什么身份，也敢出面替人挡酒？行了，说话别这么尖酸刻薄。再怎么说，张凯从前也是咱们班级的班长，这点情面我还是要给的。多谢周总体谅，多谢周总。先别急着道谢，你既然这么愿意主动替人喝酒，那就把这一整瓶都喝干净。周总，您就别拿我打趣开玩笑了。你觉得我是在开玩笑？
你看看在座众人，有一个人笑的吗？难不成你是觉得我开的玩笑没意思？不是，是我不自量力跟您开玩笑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既然玩笑开的没趣味儿，那就再加一瓶当做惩罚。能陪着周总喝酒，那是我天大的福气。这可是名贵的茅台，平日里我哪里有机会沾口？如今能一次性喝上2瓶，分明是周总心里惦记照顾我。张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非要把自己身子喝垮才罢休吗？金瑞，上学的时候你就处处和周总闹别扭，可今时不同往日了。他如今身居高位，风光无限，你只是跑外卖谋生，我常年混迹工地出力干活，咱们哪里还有选择的余地？一时的骨气算不得什么，往后过日子，很多地方还得靠着人家帮扶拉扯。张凯，你先别说话了。还有1瓶。怎么？难不成你打算替他把酒喝了？金瑞，把酒还给我，我身子扛得住，没事的。算了，不过几杯酒水罢了，又不是逼着你拼命，不想喝就作罢，别扫了大家聚会的兴致。实在对不住周总，是我扫了大家的兴致。都愣着做什么？赶紧动筷子吃菜。凯哥，快吃点东西垫一垫，别把身子喝坏了。哎，我说林大脑袋，别光忙着照顾人啊，这么多年没见，快说说你如今在做什么营生？他还能做什么？我早就把消息发同学群里了，人家现在专职跑外卖呢。送外卖也挺好，踏踏实实干活，起码不愁吃喝。真是万万没想到，当年咱们班里数1数2成绩好的林金瑞跟张凯，如今一个在外跑外卖，一个天天泡工地干活。所以说死读书根本没半点用处。如今这世道最不缺的就是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。就拿张凯来说，连几杯酒都应付不来，在外头还能做成什么大事？真正能站稳脚跟做成事儿，靠的从来都是人脉门路。周总这话句句在理，现如今周总就是咱们这群老同学最大的靠山，大伙说是不是这个理？是，周总说的对。那可不，在外头提起跟周总是同窗好友，脸上都格外有面子。来，咱们大家一起再敬周总一杯。怎么，这是心里对我有意见，故意摆脸色的？没有，我只是……周鑫，你今天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我能有什么别的意思？老同学凑在一起聚会喝酒，难道还做错了？就是这话，林大脑袋，你别在这没事挑刺。到现在都不知道尊称一声周总，就这情商，也难怪闯荡几十年，到头来只能去送外卖。怎么，林大脑袋，你这是摆明对我有意见？没有意见，半点意见都没有。金瑞天生就是这个直来直去的性子，说话向来不过脑子。上学的时候就无意间冲撞过您，如今都过去20多年了，还望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这话就说得太见外了，我哪里还会为难他？我堂堂一个生意人，办得着跟一个跑外卖的直系计较吗？哼！老话都说酒越陈越香，过往那点小事儿，时隔多年早就淡了，我压根儿早就不放在心上了。说白了，如今我们早就不是一路人，当年同在一个教室读书，不分高低。现在能让你们2个坐在这张桌子上一起吃饭，已经是我格外抬举你们了。本来好好一场聚会，兴致都被你们2个人彻底扫没了。周总别生气，咱不搭理他们2个，咱们接着喝酒。干喝酒也太过无趣，不如咱们玩个小游戏，谁猜错了就自罚1杯酒，热闹热闹。还是周总想的周全，我怎么都没想到找点乐子。周总，咱们具体玩什么游戏？玩法特别简单，我把手放到桌子底下，
香烟要么攥在手心里，要么就空着手。大伙儿轮流猜我手里到底有没有烟，猜错了就得认罚喝酒，就这么简单。来吧，猜猜看，我手里有烟还是没烟？有。不对，没有，肯定没有。来吧，猜猜看，我手里有烟还是没烟？没有，肯定没有。对，都没有。轮到你了，说说看，有还是没有？没有，手里肯定没有。你确定？我确定，真的没有。那要是猜错了该怎么罚？猜错了我喝酒认罚。你现在这状态还喝得下去吗？能喝。都是多年老同学，我也不忍心让你伤身。这样吧，猜错了不用喝酒，当众表演个才艺，热闹热闹就行。表演才艺，我显而易见，你猜错了。是我猜错了，我心甘情愿认罚。那我给大家唱首歌吧。唱歌太过平淡乏味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确实没意思，确实没意思。上学的时候，你身为班长，天天最早到教室开门，最晚留下来打扫卫生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。不如就顺着这个来，学几声狗叫，再学几声鸡叫给大家听听。别这样做。就是随口开个玩笑罢了，不愿意也没人勉强你。放心，之前答应你的事情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不作数。我学，凯哥，我，还有鸡叫，赶紧学几声鸡叫。我够了！凯哥，别再这样作践自己了。你到底遇上了什么难处？全都告诉我，我来帮你扛。你帮？你拿什么帮？你整日在外奔波送外卖，又能赚到几个钱？就算挣钱不多，也不能丢掉做人的骨气，丢了自己的尊严。尊严到底值几个钱？尊严能抵得上医院里1分1毫的手术费吗？尊严能换回我女儿的性命吗？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的女儿怎么了？我女儿现在躺在医院重症病房里，凑不齐医药费就撑不下去了。你以为我心甘情愿低头受辱吗？这张脸面，在性命面前一文不值。闹了半天，你低声下气来找我借钱，原来是为了给孩子治病。周总，我给您磕头认错，求求您发发善心，救救我女儿。傅掌柜，这件事儿我来帮你解决。既然林金瑞都拍着胸脯说要帮你，那我也就不多插手，多管闲事了。金瑞，算我求求你成全我一回好不好？你坚守你的骨气，我只想保住我女儿的命。我说了，这笔钱我来出，我一定帮你。你清楚需要多少钱吗？手术费足足要50万，50万啊！只要您愿意借钱救人，往后您让我做什么我都毫无怨言。都是一场同窗情谊，孩子身患重病，我自然不会坐视不理。只是林金瑞一味死撑脸面，只顾着自己心中所谓的骨气，全然不顾你女儿的安危，枉费你平日里处处护着她。这样的兄弟实在不值一提。想要我出手帮忙也简单，你抬手打他几巴掌，就当替自己好好出一口恶气。你说什么？打他几下，心里舒坦了，事情也好商量。周鑫，你做事实在太过分了。过分？到底是谁过分？先前不过让你喝杯酒，你都百般推脱不给面子，如今这点场面就觉得过分？
我还有更过分的招数没使出来呢。林大脑袋，你不是满口义气，一心想帮兄弟凑医药费吗？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既然你这般重情重义，那就自己动手扇自己耳光，扇到我满意为止。孩子的手术费，我立马借钱给他。要打就打我，别为难他。瞧瞧你这副懦弱模样，你早就放下脸面了。你的脸面本来就不值钱，懂吗？你的脸面值钱。这样，你每扇自己一巴掌，我就借他1万块，这笔买卖划算吧？你竟然敢动手打我！混账东西！我打的就是你这种仗势欺人的货色！凯哥，别站着了，坐下一起喝2杯。完了，这下彻底闯大祸了，全都怪我，都怪我呀！金瑞，你赶紧趁机先走。想跑，今天谁都别想安然离开！喂，儿子，你爹我在咱们自家酒店被人动手打了，赶紧带人过来！什么？小周，出什么变故了？何总，我父亲在楼下包厢出事了，那就过去瞧瞧，终归是你的长辈。是。周总，一切都是我的过错，求您千万不要怪罪金瑞，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求求您了！给我滚开！爸，您伤成这样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谁动手伤你？现在知道怕了。方才那股天不怕地不怕的骨气去哪儿了？这会儿倒是收敛气焰，不再强硬。儿子，你都亲眼看见了，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还敢动手打人，简直狂妄至极，真是找死！动手啊！赶紧动手教训他！林先生，你喊他什么？怎么不动手了？儿子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啊？你给我闭嘴！是想活活把我害死吗？林先生，是我父亲有眼无珠，不懂分寸，所有过错全都由我一力承担，还望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不要怪罪计较。儿子，你糊涂啊！你可是明珠基金的高层高管，何须对他这般卑躬屈膝？你还不清楚状况，只要林先生一句话，明天整个明珠基金顷刻间就能彻底倒闭。什么？林，叫我林大脑袋就行。不敢，是林总。林总，咱们也来玩个游戏，猜猜我手里有没有酒？猜对了我喝，猜错了你来喝。说吧，有还是没有？没有。猜错了，认罚喝酒，喝了它。接着笑啊，怎么都不吭声了？刚才这游戏不是玩得挺尽兴吗？还接着玩吗？问你们俩，还玩不玩？现在知道不好玩了，当初欺负人的时候怎么没想过？都哑巴了，没兴致了是吧？既然这般无趣，不如你们两个也当众表演个才艺，热闹热闹。
都给我笑！方才看热闹笑得那么开怀，现在接着笑！你怎么不笑？难道一点都不好笑？好笑，真的好笑？不好笑。那你说到底是好笑还是不好笑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了。金瑞，不对，是林总。凯哥，还和以前一样，叫我金瑞就好。我太没出息了，我就是个软骨头，我实在太没用了。凯哥，这些年你受了太多苦，我都明白，你从来都不是丢掉骨气的人。等咱们离开这里，找个安静地方，咱们兄弟俩好好坐下来喝一顿。谁准你们停下的？接着来。我，这才对嘛！大家热热闹闹、开开心心多好。凯哥，咱们走。好。小周，这里就麻烦你照看一下，让大家接着好好热闹，叫声别停，笑声也别断。还有你父亲，也让他好好陪着乐一乐，尽兴为止。金瑞，刚才包厢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周正他怎么会对你那般恭敬？先别多想，咱们找个地方吃点热乎东西，慢慢跟你细说。守兰，来2碗热腾腾的馄饨，再给我拿1瓶二锅头。金瑞啊，今天怎么没出去跑单干活，还穿的一身西装笔挺？这是跑去相亲啦？没错，就是去相亲了。奈何对方手艺不行，做的馄饨比不上你家，我当场就回绝了。就你嘴贫，这位朋友是？我兄弟，凯哥，实打实的患难好兄弟。你这话我可不信，真是要好的兄弟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我也纳闷呢，这么多年一直联系不上他，今天好不容易重逢，正打算好好问问。行了，酒今天就不给你们上了，我亲手炒几个家常小菜，这顿我请客。怎么还不让喝酒了？你平日里在外奔波劳累，身子本就吃不消，不许再喝酒伤身。凯哥，这么多年杳无音信，我足足四处打听找了你5、6年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唉，往事繁杂，说来话长啊。吃着东西慢慢说，别憋着。咱们当年毕业之后，我顺利考上了大学，这事儿你也清楚。可我还没来得及去学校报到，家里就突然出事了。出什么大事了？我父亲染上了遗传性重病，和我女儿如今得的是同一种病，从此卧病在床，动弹不得。家里所有积蓄全都砸进医院用来治病，家底彻底抛空。后来我爸实在不愿再拖累家里，趁着夜里没人，扯断床头电线，就这样走了。我心里清楚，他是不想把家里最后一点钱全都耗光，耽误我往后读书前程，都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后来我咬着牙读完大学，选的还是法律专业。那时候满心想着等将来事业有成，好好孝顺我母亲。可谁能想到，我还没顺利毕业，我母亲也撒手人寰，没能等到我尽孝。熬到顺利毕业，我踏踏实实上班成家，顺利有了女儿。那时候我真以为苦日子熬到头，安稳好日子就要来了，可命运偏偏不肯放过我。我女儿刚满7岁，就确诊患上了和我父亲一样的遗传病。那段时间我急得走投无路，医院天天催着交巨额医药费，我实在凑不出1分钱。被逼得没办法，一时糊涂走上了歪路，铤而走险帮人参与诈骗洗钱。我堂堂一个法律专业出身的人，到头来偏偏知法犯法，亲手把自己送进了监狱，一待就是整整8年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当初抓捕我的民警得知我家里的难处，心生怜悯，自发凑钱给我女儿治病，还尽心尽力帮孩子申请了各类救助补助。我在监狱里煎熬度日的8年时光里，我妻子一个人在外受尽苦楚，
没日没夜辛苦操劳，独自苦苦照料生病的女儿整整8年，从来没有一句怨言。等我出狱，老婆就跑了。不过我不怪她，我也没资格怪她。难怪我当时怎么都找不到你，没想到你竟然……进监狱是我活该，亏我还是学法的，知法犯法罪有应得，国家政策好。我从监狱出来后，还有专门的地方培训我们就业技能，但我嫌来钱太慢，毕竟我女儿的病每天都要花钱，拖不起。你现在混得不错，可我这有案底的、体面又赚钱的工作根本找不到，走投无路，就联络了一下狱友，下了工地。狱友都是蹲过监狱的，没啥好人，但也有很多确实走投无路的。其中一个挺厉害，从监狱出来后搞了个工程队，干工程，我就跟着他干，工地就在这附近。他知道我情况特殊，钱给我每天日结，对我算是够意思的。别说我了，说说你这些年都干啥了？我呀，你也知道，我爸妈死得早，要不是你当初偷偷从家里拿钱给我交学费，我高中都读不完。毕了业之后，我当然也没钱上大学，但我赶上了好时代，再加上我脑袋还算灵光，就做起了生意。没想到生意越做越大，一直做到了华尔街。你知道吗？华尔街那帮人都管我叫传奇。你就吹牛吧你！华尔街归哪个街道办管？你以为你是街道办主任呢？还华尔街传奇？华尔街可不是普通街道啊，那还能是什么地方？说到底，其实也算是一条街。那地方离这儿远不远？距离不近。那我要是把这家馄饨店开到那边去，生意能不能红火？那边人不习惯用筷子，怕是吃不惯咱这口。不跟你扯闲篇儿，说正经的。怎么，你还真想把店铺迁走？老板，来一碗馄饨。来了。吃的差不多了，我也该回工地干活去了。还去上什么工？方才喝了那么多酒，身子吃得消吗？别去工地了，咱们先去医院瞧瞧孩子。杵着不动干什么？再把店里好酒好菜都端上来。强哥，您看能不能什么？有话直说。几位能不能先把之前欠下的饭钱结一下？都拖欠好几天了。赊几顿饭怎么了？哥几个手头紧，难不成还想逼着我们饿肚子啊？我这只是小本买卖，实在经不起这么拖欠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小本生意做不下去，干脆关门算了。我早就劝你识相点，把店铺转手给我们，你偏偏不听，闹到现在，反倒像是我们刻意为难你。你们这分明就是仗势欺人，孤身一人，无依无靠，欺负你又如何？全都盯着看什么看？统统给我滚出去！往后谁还敢来这家店里吃饭，我见一次收拾一次，赶紧走！我把话撂这儿，你要是执意不肯搬走，往后这家店休想再来一个客人。老板娘，麻烦来一碗馄饨。好大的胆子，简直是活腻歪了！我方才那句话我没听清楚，是谁嘴里不干不净？是我口无遮拦。滚！太谢谢你了，我这就给您下锅煮馄饨。先不急，老板娘，我父亲有没有来你这吃东西？你父亲我不认识啊。罢了，不在就算了，不用堂食了，打包带走，煮2碗就好。好嘞。等一等，方才那些人是什么来的？为何频频来找你麻烦？我也不清楚他们底细，一心想低价盘下我这家小店，我全靠这家店养家糊口，自然不肯答应。从此便天天上门寻衅滋事。遇到这种事，直接报警处理就好。早就报过警了，抓进去没几天就放出来，最多也就拘留半个月，根本起不到作用。人人都有难处，实在不行就换个地方安稳营生吧。我不走，歪风邪气终究长久不了。难怪我父亲总爱来你店里吃饭，你们2人的性子简直一模一样。没什么，快去忙吧。什么？好，我立刻就赶过去。实在对不住，店里馄饨暂时做不了了，家里突发急事，我必须马上赶过去。家事要紧，你快去处理。金瑞，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记在心里。
是你救了我女儿，往后我这条命全都替你差遣。咱俩之间别说这些见外的话，我手底下法制法务部正好空缺人手，你直接过来入职上班。先别急着拒绝，你本就是正经法律专业出身，学识能力都摆在那里。如今正是缺人手的时候，就是一份安稳正经的工作，不用有任何顾虑。这就对了，快回病房好好陪着孩子吧。谢谢。守兰，金瑞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话该我问你才对。你火急火燎往医院跑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大事儿，跟你没关系，你赶紧回去忙你的事儿吧。什么叫没关系？咱们认识这么久，你别跟我见外。实话说，到底发生啥了？我都说了，不关你的事儿。妈，您感觉怎么样啊？没啥大事儿，就是出门不小心被车子剐蹭撞到了。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是不是那群上门找茬的混混故意做的？我就是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哟，都在呢。看来你心里也清楚是谁干的好事儿啊。瞧瞧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？好好一个馄饨店都守不住，在外头得罪人，到头来连累我妈跟着受伤受罪。郑凡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我实在想不通，李守兰说到底就是个外人，您怎么非要把那家馄饨店交到他手里打理？给我闭嘴！守兰是你大哥明媒正娶的媳妇儿，名正言顺。算了吧，这事儿谁心里不清楚？她从小被您收养，您定下婚约让她长大后嫁给我哥，可俩人刚成婚，连同房都没有。我哥就饮酒过量，突发心脏病走了。当初我还想着，既然我哥不在了，干脆就让她嫁给我过日子，结果您死活都不答应。休要胡言乱语，她是你大嫂，礼数规矩不能乱。我哥从头到尾都没碰过她分毫，算不算正经夫妻，您心里比谁都明白。我说的本来就是实话，退一万步讲，就算名分作素，他终究和咱们不是一家人，我才是您亲生儿子。那家生意红火的馄饨屋本就该归我，凭什么白白落在他手里？你简直无理取闹！说白了，您就是偏心，放着亲生儿子不疼，反倒把店铺白白送给外人，您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你赶紧闭嘴！守兰是我从小拉扯大的孩子，早就跟亲闺女一样，哪里算外人？这些年日日贴身伺候我起居养病的时候，你整日在外游荡不见人影，比起你，他反倒更像自家人。说的真好听，他心里打的什么算盘谁不清楚？那临街旺铺市值足足300万往上，他迟迟不肯改嫁，守着这里，分明就是贪图这份家产钱财。我何尝没有劝过他早日改嫁，寻个好归宿？他迟迟不肯动身，全是放心不下你。知道你嗜赌成性，游手好闲，怕没人照顾我，更怕你把家底败光，活活饿着我。我是您亲生骨肉，赡养您本就是分内之事。如今我早就戒掉赌瘾，改过自新了。分明就是他整日在您耳边搬弄是非，哄得您事事都偏向他。你休要再胡说八道！妈，二哥，你们都别再争吵了。我母子二人谈心说话，哪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嘴多言？二哥，你放心，那家馄饨店我从来没有半点占为己有的心思。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倘若不是我无意间瞧见母亲立下的遗嘱，我险些就被你这番假话蒙骗过去。遗嘱？守兰，我年岁大了，一身病痛缠身，身子一日不如一日，终究撑不了太久了。妈，您别胡思乱想，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。我知道，妈，你是个好孩子。别再说这些虚情假意的话。你若是真心不贪图店铺家产，现在就劝说母亲当场修改遗嘱。我愿意劝说母亲更改遗嘱，只求你别再出言刺激老人家。要改就现在立刻改，别等到日后母亲撒手人寰，到那时候万事已成定局。
我再想更改也来不及了。妈，我绝非故意出言诅咒您，只是想趁着您身子尚且清醒，早早把家产划分清楚，自家的产业万万不能落入外人手中。你给我滚出去！我就算闭眼离世，也绝不会把家产交到你这种嗜赌成性的人手中。妈，您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才是您亲生儿子，咱们才是血脉至亲。妈，您别生气了。病房之内禁止大声喧哗，这里是医院休养之地，不是争执吵闹的菜市场。有矛盾私下出去解决，多管闲事。一边去。没事，你们小声一点就行，千万别惊扰其他病人。盯着我胳膊看什么？难不成还看上我了？郑帆，我婆婆出门被车撞伤，是你找人干的，对不对？你别在这里血口喷人！我怎么可能找人伤害亲生母亲？分明是你平日里照看不周，才让老人出事。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绕弯子。妈如今卧病在床，离不开人照料。看这情形，她也不愿让我近身伺候。既然你平日里心地善良，处处孝顺，那就由你留下来贴身照顾老人。馄饨店那边生意繁杂，辛苦就辛苦我替你打理照看。郑帆，你到底还有没有半点良心？我本就没什么良心，谁让你处处装好人，博取同情？既然你心肠善良，那就尽尽孝心，留下来照顾你。怎么，这就不愿意了？方才还口口声声说不在乎馄饨店，说到底心里还是惦记着这家店。你支支吾吾说不出话了吧？既想占着好处，又想落个好名声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两全其美的好事儿？都说了让你赶紧滚开，还敲什么敲？金瑞，你怎么来了？伯母，听闻您意外受伤，我特地过来探望一番。你是哪位呀？妈，这是我的朋友。你的朋友？他叫林金瑞，我平日里常跟您提起过的。原来是时常帮衬咱们家的金瑞呀，真是辛苦你有心了。快坐下，谢谢。送外卖的，看来是你啊！换了身西装打扮，我差点都没认出来。郑帆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你说话客气点。朋友，依我看，怕是背地里不清不楚的关系。一个跑外卖谋生的，穿的人模狗样装体面，想在这儿装腔作势吓唬人，这里没你的事儿，识相点，赶紧滚出去。这位是？我是他小叔子。幸会。少在这儿假客气，我看你就是想护着他来出头的吧。郑帆，守兰是你大嫂，也是你姐姐，不许胡乱说话。我把话撂在这儿，这是我们家里的私事儿，外人最好少插手掺和。真惹急了我，别怪我对你不留情面。我知晓了。瞧瞧这一副懦弱没骨力气的样子，你看看他这副怂模样，自身都难保，哪里还有本事能帮你撑腰出头？金瑞，这事儿真跟你没关系，你赶紧离开这儿吧。怎么会没关系？你是我的朋友，你的事儿自然就是我的事儿。你就是郑帆对吧？按理来说这是你们家里的私事，我本不该插嘴，但我和守兰交情不浅，不如我从中当个中间人，做个见证，好好把这事儿商量妥当。就凭你也配调解？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他平日里对谁说话都是这般口气吗？金瑞，实在对不住，这孩子自小就没规矩，说话太没分寸了。你少说两句，张口闭口就是教养，难道没教养全是我一个人的错？小兄弟，再怎么说她也是生你养你的母亲，不该这般顶撞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我的家事轮不到外人指指点点，识相立刻滚出去！再敢多嘴，我对你不客气。金瑞，快走！他平日里混迹街头，认识不少闲人，犯不着招惹他。前因后果我大致都清楚了。实话实说，这家馄饨店现在不能交到你手里，理由很简单，我格外爱吃守兰亲手做的馄饨。我看你是脑子糊涂了，专程来医院治脑子吧？就凭你也敢掺和我们家产业的事儿，卖我个面子，就此作罢。凭什么给你面子？我偏不给你面子，你又能奈我何？金瑞，郑帆，别在这里动手。这就怕了？瞧你这胆小模样，我收拾你还需要挑场合？
我不是怕，只是这里有伯母，还有守兰，别吓着家里人。少给自己找借口。算不上借口。当着你亲生母亲的面动手，终究太过难堪。有什么火气，咱们出去单独谈。守兰，留下来好好照看伯母。金瑞，你赶紧走，不算丢人的。我的好大嫂，你还指望这种软脚炉护着你？穿的再体面，遇事照样缩头缩脑。啊！舍得出来了。现在，咱们可以好好聊聊了吧？林金瑞，林总，您千万别动气。守兰是我嫂子，那您自然就是我大哥，咱们本来就是自家人，何必闹得生分？哦，真是一家人。是。周兰，别顾着我了，赶紧出去看看。金瑞是个实在好人，郑帆那混小子下手没轻没重，千万别让金瑞吃亏受伤。金瑞，守兰，怎么出来了？我不是叮嘱你好好陪着伯母吗？守兰正问你呢，你这一身伤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才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不碍事儿的。自己摔了？在找什么？难不成这些伤是你弄出来的？没有，真的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碰的。嫂子，我忽然感觉腿越发疼了，我先去门诊挂号检查一下，你们慢慢说话。我瞧他腿脚利索得很，半点看不出腿疼的样子。金瑞，你老实跟我说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自己都讲清楚了，就是走路不慎摔伤而已。林金瑞，我清楚了。好，我马上赶过去。守兰，我这边还有急事要先走一步。郑帆这边你不必再忧心，我已经和他谈妥，往后他绝对不会再来店里或是家里找你。爸，你怎么突然跑到医院来了？身体哪里不舒服吗？我身子硬朗得很，没半点毛病。没生病您来医院做什么？我办完事情回去到处都找不到你，四处打听许久才得知您来了医院，真是快把我吓坏了。别这般慌慌张张的，火急火燎找我，究竟有什么要紧事？爸，我今日确实有十分重要的事情找你，还请您务必如实回答我。罢了，看样子这事儿终究是瞒不住你了。都闹到这份上了，您还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？其实我早就跟你提过，只是你从来不肯相信罢了。您什么时候跟我说过？我怎么半点印象都没有？我早前闯荡华尔街，手握亿万身家，资产足足有数千上万亿。行了，您快打住！还华尔街万亿身资，您这是犯迷糊说胡话呢。合着你说的不是这件事儿？我说的是赵月，赵总。您老实交代，您和他之间到底有什么牵扯？别装傻了。自打你们初次碰面，我就察觉处处不对劲。方才您一走，赵总还不停夸赞你，我越琢磨越觉得有问题。说实话，你们从前是不是早就相识？年轻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过一段过往？你这都胡思乱想些什么？我从前压根儿就不认识他。真的没有？我真的不认识他。林总，集团总部紧急来电，事态十分紧迫。喂，出什么急事了？什么？我明白了，我立刻赶回公司。儿子，究竟出什么大事了？李武则带着巨额海外资本回国了，摆明了要出手打压吞并咱们的公司。竟然是他！跟您说这些您也不懂，您放宽心，不用多虑，我能应付得来。赵总的事儿，咱们夜里回去再细说。李武则，
林金瑞，你万万没有想到吧？你刻意隐匿行踪，蛰伏这么久，终究还是被我寻到踪迹。确定林金瑞就在这间屋里？千真万确，消息不会有错。这群人莫不是精神有问题？不知阁下是？林金瑞人在哪儿？怎么不见他踪影？李武泽。哦，没想到你还认得我。金瑞，你等一等。怎么还有事儿？你这是做什么？刚那些钱你拿着，先出去暂时躲避一阵子。你教训了郑帆，他心胸狭隘，绝对不会就此善罢甘休。我压根儿就没动手打他。你就别瞒着我了，他那一身伤怎么可能是自己摔出来的？你没留意他胳膊上那朵梅花纹身吗？他平日里混迹街头，认识不少闲散人员，肯定会想方设法来找你报复的。这笔钱你留着，专心给伯母治病，安心休养。我的事儿你不必挂在心上。今晚若是有空，记得再亲手给我煮一碗热乎馄饨就好。好，你自己保重。我走了。老板娘，算一下多少钱？不用给钱。不收钱？今天是最后一天营业，往后店铺就要关门了，今天全都免费。太可惜了，你家馄饨味道这么地道。金瑞，看着生意还挺红火啊。也就最后这一天热闹了，明天起就彻底不开店了。别关门，照常营业就行。这一口馄饨我吃了10几年，突然吃不上，心里实在不习惯。不打算做了，你等着，我这就进店给你煮一碗。怎么不进店里做？等会儿有几个朋友过来，店里位置太小，坐不开。怎么这般看着我？没什么，我这就去给你煮馄饨。老林，今儿怎么安分穿上工装了？不出去跑单子了？今天歇一歇，约了朋友聚一聚。你可别扯了，咱俩一起跑外卖这么多年，我还不清楚你。平日里独来独往，哪有什么朋友相聚？那你不算我的朋友吗？这话倒是不假。你们慢慢吃，我再去炒2碟小菜过来。跟你说啊，我今天都已经跑满200单了，吃完歇口气，熬到半夜12点，凑够300单稳稳当当。也实在太拼了，没办法，孩子在城里买房，首付就要30万，每个月还得还5000月供。咱们做父母的没多大本事，只能多出点力气，尽量给晚辈减轻些担子。来，咱俩碰一个。就是这儿。动手，把这儿给我砸了！你们凭什么乱闹事儿？别出声惹祸！没看见他们胳膊上都带着梅花纹身吗？都是不好惹的人。老林，别吃了，赶紧跑啊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顾着吃饭？跑什么？我这碗馄饨还没吃完呢。你们俩识相点，赶紧滚远点！几位大哥消消气儿，我们这就走，少在这儿废话。给我住手！峰哥，就是这个人，之前就是他动手欺负我。
郑帆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能做什么？我大哥冯哥想来这儿吃顿饭，清一清场子罢了，难不成还不行？守兰，去后厨多煮上几碗馄饨。既然诸位想来吃饭，今天这一桌我来请客。金瑞，你别逞强，不过是吃顿家常便饭，没什么大碍。听话，快去。可是他们……听我的。郑帆，你们谁敢动他分毫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少在这里说狠话，赶紧去煮你的馄饨。冯哥，那个，这里没我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你也坐着别动。今天这是我组的饭局，你是我的朋友，至于他们，不过是过来凑数的外人罢了。金瑞，你可别乱说话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坐下。冯哥，我就是个跑腿送外卖的小人物，实在不敢跟您同席啊。让你坐你就坐。别紧张，不过是坐下吃顿饭。老林，你这下可把我给坑惨喽！你就是林金瑞？没错，冯哥，就是他。我问话，轮得到你插嘴？不敢。你就是林金瑞？嗯，我是。平日里在哪一带混事儿？华尔街。啥街？咱们四海市地界里有这条街吗？没有，冯哥，华尔街不是本地的街道。我不管你从前在外头是什么来头，到了我的地盘上，就算是龙也得乖乖盘着，是猛虎也得老老实实卧着，这点规矩你懂不懂？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很简单，在这块地界，我准许你动筷吃饭，你才能安心吃。我要是不准，你就只能饿着肚子干看着。太不识抬举了！怎么，诸位也想坐下一起吃？林金瑞，你的底细我清楚。郑帆早就跟我说过，你在医院调动大批人手教训人。咱们都是在外谋生求财，没必要非要拼个你死我活，你说对吧？接着说。今天我把话撂这儿，这家馄饨店我势在必得，你乖乖点头答应，此事就此结过。若是执意阻拦，别管你是什么来头，今天定要让你吃足苦头。哼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天大的事儿，原来就只为了这么一间小小的馄饨店面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很简单，我偏爱守兰做的这一口馄饨，这家店必定会一直安稳开在这里。林金瑞，你也太狂妄了，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竟敢这般跟冯哥讲话。老林，别再硬撑了，这群人都是亡命混种，你别连累我一起遭殃啊！既然这般爱吃，我今天就让你吃个痛快。谁呀、这么不长眼？没看见这边办事吗？峰哥，是迈巴赫。我眼睛没瞎，看得见。林总，这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林总，没什么大事儿，都是熟人朋友凑在一起吃顿饭，你也坐下吧。我说你林金瑞底气这么足，原来是背后有人撑腰啊！瞧你这身西装革履的，敢问阁下又是哪号人物？休得无礼！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着？我是……名字不重要，先安分坐着，等我这边事情处理完，咱们再慢慢算咱们之间的账。之前安排的资金都筹备妥当没有？
全部准备完毕，大盛投行那边也已经提前对接完毕。我仔细看过评估报告，项目存在一定不可分散风险，贝塔系数偏高，标准离差率也超出预期期望值。峰哥，他们这说的都是啥呀？谁晓得？故意装腔作势罢了。看他俩接着演。整体虽说存在风险，但全都在可控区间之内，放手去执行就行。4项控股连同避水基金账户里还有数千亿流动资金，随时能够调配动用。不是我说，你们也太能吹牛了，几千亿流动资金，还什么华尔街，我看你兜里能不能掏出几万块都难说。峰哥，华尔街它不是……闭嘴！我在道上混这么多年，还用得着你来教我说话？林金瑞，你少在这儿故弄玄虚，花钱雇人撑场面，租豪车摆架子，这点小手段吓不住。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这事儿也没得商量。稍安勿躁，咱们有的是时间细说，先让我把眼前这点小事儿处理妥当。别演了，租辆豪车，请2个群演，真把自己当成顶尖大人物了。峰哥，是兰博基尼，还有奔驰大 G， 一下子来了好几辆。来了，林金瑞，这些人都是……稍安勿躁，稍后自会分说。你那边目前还能调动多少资金？可灵活调动资金3000亿美金。都看着我干什么？倒酒。这些是什么人？一点私人琐事罢了，无关紧要。我倒想看看他们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别愣着动筷子吃饭啊！等我这边事儿忙完，咱俩好好再喝几杯。吃，我这就吃。这还来啊？马总，峰哥，您认识这人？你平时一点新闻都不看，这是四海市鼎鼎有名的大企业家，身家100亿的马氏集团董事长马宇啊！何总、李总、林总，我早就断定您绝非普通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度不凡。不必这般客套，坐下吧。林总，这几位是？都是身边朋友。这位是老杨，杨哥，幸会。幸会。这位是郑帆，郑总您好。马总您好。这位姓冯，冯总，久仰。你好，你好。林总，听闻您近期有大布局。我们马氏集团愿意拿出500亿资金，全力追随支持。这份心意我记下了，不过眼下这点小事儿很快就能了结，用不着这般费心。再者说，这笔数目于我而言也算不得什么。旁人的事儿暂且搁置，眼下琐事进行理顺，也该好好算算咱们之间的账了。我还记得方才你放的话。扬言要打断我的腿，对吧？我知错了，林总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我知错了，林总。别光认错，喝酒。不敢，我哪里有资格跟您同杯共饮？林总，这全是一场误会。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压根不知道您的身份。就算借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出言冒犯。求您高抬贵手，饶我这一回。自古有言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平日里在地界里欺行霸市，横行霸道，专挑老实人欺负，典型的欺软怕硬。滚！往后不许再来骚扰守兰，也不许再打这家馄饨店的主意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你也走。即日起，
立刻离开四海市，不许再踏足此地。我走，我马上就走。还有你，我这就走，我立马走人。瞎凑什么热闹？乖乖坐下，接着吃饭。我再去后厨给大伙儿添几个家常菜。这会儿外头也没客人了，不用忙活了，安心坐下吃饭就好。全都是我的好朋友，不用拘谨，自在些。好，我立刻赶过去处理。林总，实在抱歉，公司突发急事，我必须马上赶回去。去吧，我大致清楚是什么情况。记住，遇事切莫心浮气躁，稳住心神就好。那我办完事情还能再回来相聚吗？尽管快去抓紧处理，动作麻利些，别等你忙完，我们这边宴席都散场喽。好的，那我先去处理。林总怎么了？没事，方才好像瞧见马总的车了，继续往前开吧。林大哥，你也吃啊？哎，好。林总，这杯酒我敬您。在外头应酬才喊林总，私下里喊我老林或是金瑞都成，别弄得太生分。好嘞，老林。爸。爸，您倒是清闲，居然躲在这种地方喝酒。瞧你这模样，还喝了酒。只准您在这自在喝酒，就不许我喝点解闷儿。到底出什么大事了？还能有什么事儿？咱们家的公司快要保不住了。原来是这事儿，我还以为天塌下来了。这还算是小事儿。你先沉住气，慢慢说来听听。我怎么沉得住气？公司遭遇资本围剿，资金链快要断裂，眼看着就要宣告破产了。林总，您消消气，先听听林先生的想法。我哪里还激动得起来？我父亲都有闲心在街边喝酒闲聊，我着急又有什么用？你也别站着了，坐下来一起喝点。林总，我往后未必还有这个身份了。共事一场，我一直把你当朋友，坐下吧。金瑞，这位竟然是您儿子，他不就是四海市名气极大的杰出青年企业家林震吗？这话只说对一半，我确实是他儿子。至于什么杰出企业家，往后再也算不上了。你老老实实说清楚，究竟遇上了什么难关？您说了又能如何？说了也帮不上忙。小林，不能这么和长辈说话。您又是哪位？看这身打扮，是跑业务卖保险的吧？你，爸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您还笑得出来？您不妨把难处说出来。林大哥本事大，说不定真能帮您渡过难关。你们哪里清楚他是什么性子？他要是真有能耐，又怎会天天混迹在咱们这群人当中？在座各位有跑外卖谋生的，有守着小店卖馄饨的，还有看着像做推销的。你们所有人每月收入加在一起，恐怕都比不上我一个专职司机的薪水。林震，你这话太过分了，这些都是我的朋友，论年纪也都是你的长辈，说话总得讲点分寸。行，您说的都对，都是长辈，是我口无遮拦。可除了这些场面话，还能说什么？难不成还要我陪着夸赞你们夜里清闲自在，聚在街边吃喝闲谈？您父亲今夜过来，并非只为喝酒消遣，他是特意过来帮我解围的。帮你做什么？我这家馄饨店遇上了地痞刁难，全靠您父亲出手部助。原来如此，在你眼里，自家儿子的危难就这般无足此轻重。我再三叮嘱你今晚安分在家，你反倒跑到外面，
忙着帮旁人排忧解难。林震，不许用这种语气跟金瑞讲话。你又是什么人，轮得到你来管教我？我懒得管你是谁。别往心里去，他今晚喝多了，脑子不清醒，平日里性子沉稳懂事，从来不会这般口无遮拦。我没醉，我心里比谁都透亮。别再借酒消愁了，早点回去歇息静养。公司那边的所有麻烦，我来替你摆平。爸，都到这般地步了，您就别再说玩笑话了。您清楚眼下局势有多凶险吗？我清楚。您清楚？不过就是公司遭遇资本打压，濒临破产罢了，算不上什么灭顶之灾，人平平安安就足够。何况这场商业围剿本就不是冲着你而来，所有矛头全都是冲着我来的，你无需忧心，我定然会彻底摆平。少喝点儿，钱财散尽，尚且有机会从头归来，千万别伤了自己的身子。您别说了，我不想听这些空话。爸，您就别再硬撑着说大话了，这样演着不累吗？还说别人冲着你来，您知道是谁在死死打压我的公司吗？那是李武泽，东英集团掌舵人，实打实的华尔街金融巨头。我知晓此人，您知道又能如何？他压根儿不知道世间有您这号人。别说您了，就连我苦心打拼出来的产业，在他眼里都渺小如蝼蚁，根本不堪一击。爸，对不起，我今晚确实喝多了，口无遮拦说了好多过分的话，您别往心里去。各位叔叔阿姨，实在抱歉，是我心态失衡乱发脾气，言语冒犯了大家，我实在太没用了。林总，不能再喝了，再喝身体扛不住。心里堵得慌，有些心里话，也只有借着酒劲儿才敢说出口。爸，我今天跟您说几句藏在心底许久的实话。其实，我心底一直有些看不起您。林震，休得胡言！我时常觉得您活得太过安逸散漫，整日无所事事，一把年纪依旧靠着跑外卖度日，平日里出入皆是市井小摊，结交来往的也都是最底层的普通人。您心里难道就半点不觉得丢人吗？您总对外说自己是看淡名利，偏爱平淡烟火日子。爸，我就想问问你，这一切真的是您心甘情愿选择的平凡吗？还是您本身就没有能力站上更高的轨阶，万般无奈之下才只能安于现状，屈身过这样的日子？嘴上说着偏爱平凡日子，说到底不过是没得选罢。在你心里，我当真就是这般模样？不然呢？我从小拼命读书，长大之后拼命打拼事业，图的是什么？就是想早点撑起整个家。从小到大，旁人拥有的东西，我一样没短过你，从未亏待过半分。我缺的是实打实的脸面与旁人的敬重。你甘愿放下身段去跑外卖，我做不到。林震，你这番话太让我心寒。凭双手辛苦谋生，从不可耻。立刻给老杨道歉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千万别较真儿。我不是看不起这份行当，我只是打心底里不愿意一辈子困在这样的生活里。日子过得好坏，从来都是靠自己亲手打拼出来的。世人境遇生来便有差距，有人生来身居高处，有人一生奔波劳碌。你母亲离世前再三叮嘱我，只盼你一生安稳平淡，无忧无虑，我便擅自替你选定了这条路。如今看来，你心里压根不甘心如此度日。如今我再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，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？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你有。我想身居高位，手握财富，走到哪里都受人尊重。我想坐拥雄厚资产，每日入账财源不断。哼，眼界格局就只有这么大。我所求的就只有这些，你能办到吗？别的暂且不提，如今我公司足足亏空5个亿，这笔巨额欠款，你有本事帮我填上吗？5个亿是什么概念？你根本不清楚。我清楚，这笔数目也就刚好是我每日存款利息罢了。你说什么？不对，是我说错了。我就知道你是喝糊涂了，不是说错话。
是我算傻了。我名下资产每日产生的利息，足足是5亿美元。爸，您这是彻底喝糊涂了吧？何毅，往我儿子的木林集团账户划出5个亿，先把所有亏空账目全部填平，明白？不是爸，你们别跟着胡闹啊！即刻向木林集团转账5亿资金，立刻执行，不得拖延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这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李月，将我名下全资持有的盛丰银行正式过户到林震名下。遵命。办理权属变更，将盛丰银行全数资产与股份移交至林震名下，即刻办妥。你们一个个全都跟着一起配合演戏，这样有意思吗？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您到底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是马总的座驾。马总，真的是您亲自过来了。马总，求求您出手帮扶一把。我公司如今虽陷入危机，但根基尚在，日后定能东山再起。林总，此番实在多谢您出手扶助，我公司所有棘手难题已然全部顺利解决，些许小事罢了。林总，总部财务刚刚紧急发来消息，四象控股集团直接向咱们公司对公账户打入了5亿美金流动资金。爸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先坐下吧，慢慢说。林总，他是我儿子，林震。我不知道您是林总的儿子，方才多有冒犯，还请您不要见怪。不会。小林总，重新认识一下吧。何毅，明珠基金董事长。您就是资产1000亿的明珠基金掌舵人何毅。这位还用我给你介绍一下吗？李月，我没什么名气，只是帮你父亲打理他留下的2家公司而已。哦，对了，这2个公司分别叫四象控股和碧水基金。四象控股、碧水基金。重新认识下林金瑞，你爹，四象控股实际控制人，碧水基金管理人，盛丰银行董事长，华尔街士绅联合会主席。别愣着，坐下说。我知道你心里有太多疑问，也有委屈。以前是我太固执，总觉得身居高位太累，欲戴王冠必承其重。我厌倦了商场上的尔虞我诈，只想过点平凡日子。我错了，不是错在想过平凡生活，是错在太自我。从来没问过你想要什么，就擅自替你决定了一切。爸，什么都别说了，过去的事儿就翻篇了。是东英集团的电话，他们肯定是查到我公司账户有大额资金流入，察觉到异常了。知道了。爸，您之前说东英集团是冲着您来的，我当时还以为您是酒后胡言，现在看来他们的目标确实是你。没错，他们自始至终针对的都是我。现在东英集团的人已经到了咱们云城了。爸，我知道您实力雄厚，但东英集团是华尔街顶尖财阀，势力庞大，这次来势汹汹，您千万要小心啊。你了解资本吗？资本就是用来赚钱的事。行了，不用说了，你根本不了解。以你现在的实力和视野，还不够资格跟我谈金融、谈资本，更不配站上和东英集团抗衡的谈判桌。好好看着，用心学。今天我就让你亲眼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金融，什么是真正的资本。查一下当前股市走势，说说现在的情况。林总，股市期限已经守不住了，还在持续下跌，跌幅还在扩大。李月，咱们手头可调用的储备金还有多少？林总，目前可灵活调动的储备金共计8000亿美元。立刻启动储备金，持续买入，无论成本多少，务必把股市基线稳住。怎么，看你这模样，是有什么不同的想法？爸，我知道您实力强悍，可再厉害也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啊！彻底击垮了股民的信心，股市下跌的根源是大家失去了信任。您现在不管投多少钱进去救市，最终都会打水漂，得不偿失。怎么，你这是在跟我谈市场规律？这不是谈不谈的问题，这是铁律，就像物理定律一样。你们觉得？我觉得林总说的有道理。站在林震的角度，或者说站在普通投资者的角度来看，他说的确实没错。那要是站在我们的角度呢？那他说的就是在放屁。你知道市场规律和物理定律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？我只是打个比喻，
没有真的把他们混为一谈。物理定律是客观存在的，不受任何人的意志影响，而市场规律从头到尾都是人造的，懂吗？可是，就算是人造的，也不是说改就能改的吧？只要是人造的规则，就能够操作。你所坚信的市场铁律，在我们这些真正掌控规则的人眼里，随时都可以改变，随时都可以重塑。其实我和李武则本质上没什么区别，我们都是这个金融市场里的大资本，都属于制定规则、掌控规则的那一批人。你觉得我们这种人靠什么赚钱？赚的又是谁的钱？难道你真的以为我们是靠互相撕咬、互相倾轧，从对方身上赚钱吗？想明白了吗？我们赚的其实就是你们这些人的钱，你们这些对我们编造出来的规则深信不疑、被规则束缚的人，懂吗？我一直以为我在商场上摸爬滚打这么久，就算不上顶尖，也至少算是个棋手。棋手，在真正掌控资本的人眼里，你连棋子都算不上。我们落子时随手抖落的风，都能把你这种体量的企业吹得烟消云散。别光顾着消沉，好好看着吧。现在该担心的不是我们，而是李武则。通知华尔街那几个老家伙，就问他们想不想趁着这次机会吃顿热虎肉。是，林总，我这就去安排。进。李总，木林集团账户突然倒撞的5亿美金，我们已经查到源头了，是明珠基金全程操作的。就凭他们5亿美金，林金瑞，这就是你藏了这么久的手段，真是让人失望透顶。李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不懂规矩吗？去找财务领工资，滚蛋！李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只是事情太紧急了。闭嘴！我在商场混这么多年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小小的秘书来扰乱我，还不滚！李总，我恳请您，能不能先把我这个月的工资发了？你什么意思？因为我怕您现在不发，等会儿就发不出来了。咱们公司的股票突然暴跌，短短半小时已经跌了一半了，再这样下去就要崩盘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李总，咱们公司股票突然暴跌，现在已经跌了一半了。李总，是真的，而且不止跌了一半，已经跌了70%了。不好，又跌了80%了。不怕，这只是技术性调整，很快就会涨回来的，一定会涨回来的。李总，您别太激动，身体才是最重要的，您可千万不能倒下呀。没想到我刚才那样对你们，你们还能这么关心我，是我错怪你们了，是我太冲动了。李总，您误会了，我不是关心您，我也怕您现在倒下了，就没人给我发这个月的工资了。滚！给我马上滚出去！再也别让我看到你！那我的工资……去找财务给你结清，立刻滚！滚！给我滚出去！站住！我没让你滚！李总，我觉得我还是该滚的。我今天来是来向您递交辞职报告的。什么？你要辞职？没错，现在的我对你确实没什么用了，所以我要辞职。什么？你要辞职？我一手把你从普通职员提拔到首席财务官，给你权给你力，现在公司只是出了一点小状况，你就想跑路？我养你有什么用？你给我想清楚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是东英集团董事长，在华尔街呼风唤雨20年，什么样的风浪没见过？现在这点挫折，只不过是我人生里的小插曲而已。我清楚，你就是害怕了。外面的人不知道内情，但你是公司首席财务官，是我的核心合伙人，你肯定知道。这次暗中攻击我们的人是林金瑞，你就是听到他的名头吓破胆了，对不对？
你骗不了我。林金瑞在华尔街的名头，我比你更清楚。这次我赶来，早就做足了万全准备，就是要彻底扳倒他。一时的成败不算什么，我这次不过只投入了几千亿美金，手里还有大量备用资金，那些才是我们的杀手锏。是我失态了。说实话，我自己也没想到，面对林金瑞，我竟然还有一丝恐惧。既然你来了，就别想着辞职了。你去联系东升财阀的人，让他们立刻准备下场，帮我们稳住局势。另外，你去把东英集团所有的备用金全部投入股市，务必把股价拉回来。算我求你了。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1%的公司股份。去吧，你跟着我最久，能力也是最好的。这件事儿只有你能办。怎么，1%还嫌少？确实少。我要30%。你做梦呢？30%的股份，整个华尔街谁会给你这么荒唐的许诺？林金瑞，这份协议是20年前林总在华尔街亲手交给我。他当时只说，若你有一日敢忘恩负义，反噬其主，我便拿着这份协议接管你所有核心资产。我等了20年，终于等到这一天。我一手把你从一个底层职员提拔到首席财务官，我给你年薪，给你股权，给你所有人都羡慕的地位，你竟然从一开始就是他安插在我身边的人。华尔街从来没有恩情，只有筹码。你给我的是薪水。从你决定回国针对林震，触碰林总底线的那一刻，你的结局就已经注定。林总让我转告你，20年前他留你一命，是他仁慈。今日你步步紧逼，甚至动用非法手段，林总也不会再有任何仁慈之心。我布局了20年，卧薪尝胆，步步为营，从华尔街的落魄学徒，成长为执掌东虎集团的资本大鳄，到头来，身边最信任的人竟是敌人埋在身边20年的暗灾，我不服！全球战略合作方集体发布解约声明，终止与东英集团所有合作。华尔街士绅联合会正式发文，冻结东英集团所有海外资产，各大银行同步启动风控，提前收回所有贷款，断了东英最后的资金流。立刻停牌，给我强制停牌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立刻停止股票交易。刘武泽先生，您好。根据全球资本监管委员会指令，东英集团因涉嫌恶意操纵市场，威胁市场稳定，已被强制启动退市流程。您已无任何操作权限。无权操作？我是东英集团的董事长，我是这个公司的主人，我怎么会无权操作？你们是不是被林金瑞收买了？是不是他授意你们这么做的？李总，我们各凭本事谋生，从此互不干涉。爸，东英集团彻底崩了，强制退市，资产全被冻结，所有合作方解约。厉武则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。从他动了不该动的心思，碰了不该碰的底线开始，这个结局就早已注定。这就是真正的资本力量吗？我一直以为商战是步步为营，算计人心，是拼资金、拼资源、拼手段。你记住，低端的商战是打价格战、挖墙脚、耍手段；中端的商战是拼资金、拼技术、拼人脉；而高端的商战从来都是制定规则、掌控规则，让对手在你设定的局里一步步走向灭亡。李武则从一开始就错了，他以为我归隐市井是失去了锋芒，以为我看重平凡生活是没有了底气。他不知道，我归隐不是因为我不能，而是因为我不想。我若想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不过是一念之间。林总，全球资方已全部到位，东英集团所有资产进入清算程序，李武则名下所有产业已被全面接管。再煮一碗馄饨，多放香菜。我整整布局了20年呀！
20年前我在华尔街输给你一无所有，像条丧家之犬一样离开。20年后我卧薪尝胆，东山再起，以为能一雪前耻，以为能把你踩在脚下，到头来还是输得一败涂地。张老，救我！李武泽，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？我把东英集团所有股份、所有资产全都给您，只求您帮我稳住局面，只求您救我一命。我给您做牛做马，绝无怨言。李武泽，不是我不救你，是我不敢救，也救不了。林金瑞先生的指令，整个华尔街无人敢违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林金瑞，若不是你，我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若不是你，我早已是华尔街的王者。我认输。爸，我还是没太明白你说的高端商战到底是什么样的，具体是怎么操作的，你教教我呗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越是高端的商战，反而越是朴实无华。那些动不动就搞花里胡哨的迂回战术，说白了都是自身实力不够，对自己没太大把握，才需要靠这些虚的来凑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估计李武泽也该给你打电话了。什么？他给我打电话？为什么？喂，林震，你父亲林金瑞是不是在你身边？让他接电话，立刻，马上！喂，老伙计，找我就直接找我，怎么还绕弯子给我儿子打电话？怎么连我的电话号码都不知道？我不知道你电话。你看看你，计划了那么久，兴师动众的来对付我，结果连我的电话都没查到。当年我就这么教你做事的吗？一点分寸都没有。林金瑞，你别太过分，再逼我就跟你鱼死网破。动不动就鱼死网破，你还是个做生意的吗？我当年没教过你，做生意要和气生财，动不动就拼个你死我活，格局太小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林金瑞，求你放我一马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道歉的话，光在电话里说不够，还是当面来说吧。他刚才在电话里说要鱼死网破，万一他真的狗急跳墙，鱼死网破，那也要看有没有这个本钱。他现在公司濒临崩盘，心腹倒戈，连条像样的鱼都算不上，还谈什么鱼死网破？林金瑞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别再绕圈子了。这话该我问你才对。20年前的事情早就过去，我早已放下，你却始终不依不饶，追着我不放。你到底想怎样？20年前，我在你手里一败涂地，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耻辱。我这20年卧薪尝胆，就是为了洗刷掉那份耻辱，扳倒你。说到底，不过是自取其辱。而且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把主意打到我儿子身上，跟他没有半点关系。你不该牵连无辜。废话少说，我没想到就连我的首席财务官都是你的人，还有那些平日里跟我称兄道弟的财阀，竟然也都向着你。这次我认栽，你说吧，要多少钱才能放过我？你现在已经是个穷光蛋了，还有什么钱可以给我？我知道你给我的首席财务官许诺了30%的股份，还给那些围攻我的财阀许诺了剩下的70%。你没想过吗？这次对付我，你出了最大的力，到最后却1毛钱都分不到，太不划算。只要你现在帮我一把，稳住东英集团，我就把集团50%的股份给你，不，60%，不，80%，我把集团80%的股份都给你。以后我就做你的小弟，唯你马首是瞻。
我们联合起来，吃掉那些背叛你的财阀，这不比你白白出力强吗？不要你的钱，也不要你的股份，我只要你彻底消失。不，我不相信，出来混的哪有不求财的？你肯定是嫌我给的不够多，对不对？我给你90%，不，95%，我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，这下总够了吧？这下你该满意了吧？所以你注定会输，因为我从不在乎钱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，也是你永远赢不了我的原因，明白了吗？我还有机会，我还有那么多人脉，还有那么多资源，我可以从头再来，我还会继续挑战你，我一定会赢你的，我不能输。你没有机会。你说什么？到底是什么给了你错觉，让你觉得我这次还会像20年前一样放过你？是因为我上次的仁慈，让你忘了自己几斤几两，忘了谁才是真正的规则制定者吗？临阵是我的底线，你雇佣人开车撞他，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你动他一根头发，我就要你付出1000倍、100倍的代价。我只是想逼你现身，我没想真的伤害他，我真的没有。知道我为什么从来没把你当回事吗？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是我的人，你所谓的人脉资源不过是我故意留给你的假象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阿强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阿强，我待你不薄，这么多年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你，你竟然也背叛我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从没背叛过你，从一开始我就是林总的人。阿强，把他带走，看好他，别让他徇私迷糊，留着他还有用。另外，把你这些年收集到的他所有犯罪的证据整理一份发给我。好了，这出闹剧到此就结束了，大家都散了，回去好好休息，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麻烦了。